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，孕育了一种老广最爱的万能肉食——腊味。腊肠、腊肉、筋银润、腊猪头皮琳琅满目。但在东莞人的腊味宇宙里，白沙油鸭才是真正的腊味之王。这种来自纯手工的风味，被誉为本土美食精髓。方建和，白沙油鸭的忠實信徒，真係又好有興趣做呢行。我應該都係14歲到開始係做嘢㗎啦。我嗰陣時56歲。傳統白沙油鴨用的是麻鴨，不過現在都改用了2個月的櫻桃骨大白鴨，脂肪分布均勻，肉質更為鮮嫩。但想成為一隻合格的油鴨，就要經過11天的育肥。每天2次人工灌米，最傳統的灌米方式就是吹米。一定要拉長呢條薑，係最正派嘅。腎一落去好落啊，因為咁樣自吹啫啦，同埋嗰條鹹咪香咯，吹完到買落去咯，用掉條氣咁樣嚟吹佢。這是育肥的最後一天，看着一隻隻膘肥體壯的鴨子，老方知道油鴨的製作要開始了。一隻鴨子需要經過70多道工序，方建和對此一直都親力親為。他覺得這樣才對得起父親省級非遺傳承人的稱號。有時通向美味的路並不需要太過複雜，老方的醃製秘方就是最考人的搓鹽。一開鹽土嘛，馬上熱咯，呢個係燉嘅。粗鹽放多少，用多大的力度，全憑師傅手感。講究就多啦，唔扭到佢咧，呢條髀真係好容易臭嘅。呢啲風肉肉品，你唔出力撳咧，鹽入唔到佢咧，佢唔怕臭，但係咧佢唔會香，做出嚟有就噏味。老方的手速越來越快。你又唔係燙得少噶嘛，燙啤啤姐啊大佬，啤啤姐工時驚噶。搭檔每個工序也如影隨形，及時跟進，這是合作多年的默契。凌晨6點，醃製了2天的白鴨需要進行卸妝。過3次水，不嬲要喺度叫佢，即係同佢打鬆嗰啲，盡量會排出嗰啲鹽分出來。咁嗰隻鴨就好食夠響啦。這時就到了油鴨製作的另一道關鍵工序——晾曬，其中定型非常講究。鴨子面朝下，背部的恥骨和腿骨掰開，呈倒8字。嗱，有呢個髀，有佢有斷佢，幫佢燉到人，鋪落塊地度咧，我鋪身嘅呢個鋪人呢陣皮，要薑帶身佢，薑皮要拉翻服少少，鴨曬出好靚。定型好的油鴨需要生曬3到4天，每天要根據太陽的強弱進行翻面。每當提及油鴨，老方開始滔滔不絕。我哋6000都300幾年，有8、3000都有油鴨啦。江西啊、浙江啊嗰邊咧，佢人咧都係又係做嘅。我哋嗰啲去到嗰邊咧睇到，就將呢啲流程啊各方面帶埋翻嚟。從農曆8月初1開始做到收檔那個時候，就是臘月24、5。其中農曆11、12月時，北風最強勁，晾曬規模最大。做隻上鴨翻來，做成隻成品油鴨，76度工作，日日都2點鐘起身，基本上係做20個鐘頭啊！後生係唔願做啦，係太辛苦。嘴上說着辛苦，但內心卻是對家鄉風味即將失傳的憂慮。知道爸爸對油鴨的熱愛，兒子阿豪去年回鄉開始學習油鴨的製作工藝。我一倒落，
有就得，攞住又係。我左手用唔到啦，一用下咁就有嘅啫。但要做到老方那麼熟練，小方還得慢慢練。你要學，你要重新開始，我覺得比較驚靚啊。咁好似呢啲老師傅咁，我話如果佢哋退休又冇後生節，其實好難做嘅。就好似我老豆，佢一個做唔掂嘅，佢就叫我你好 friend 嚟啦，就一定要有個人幫。一隻油鴨可以分解為鴨喉、鴨胗、鴨下巴、鴨腸、鴨腳、鴨翅膀幾部分，其中最難得，在其他地方最少見的是臘鴨喉。虎門當地人稱之為白沙冬蟲草。白鴨食管周圍布滿脂肪，得用筷子翻轉，將油脂包裹在內。鴨喉皮薄，下塊要輕，一旦戳破，鴨喉就破相了。晾曬2天，脫水後的鴨喉緊縮，鎖住內裡的一口油脂。素淡的白蘿蔔搭配汁香醇厚的鴨喉，這是東莞秋冬的滋補名菜。切塊的蘿蔔隨着鴨喉在鍋裡翻滾，湯色漸漸變得奶白，油脂在高溫下完全融化。想吃到煲中的鴨喉，那可得眼疾手快，因為鴨喉那團油脂此時已經變成半流體狀態，一口爆漿，鮮美的不像話。作為鴨舞劍中最受食客追捧的明星，鴨掌翼燜芥菜是出鏡率極高的一道本土名菜。芥菜清苦，但在掌翼引領下飛快回甘，而掌翼褪去了油膩，帶着冬日陽光的溫軟和香氣，喝一口清湯，整個人都被溫柔撫慰住了。好味，啖啖腳汁啊，好烤油啊，真係好好味啊！歷經了8天的晾曬，老方家的油鴨完成了風味的轉變，瘦肉呈現金絲紅，膠質狀的鴨皮幾近透亮，鹹香中透出醉人的汁香，這是秋風和陽光的味道。老方決定挑一隻大的油鴨為家人做一頓晚餐，嘗嘗今年首批油鴨的味道。隻隻都靚啊，就呢隻啦。辣味煲仔飯是老廣心底的白月光，而老方這煲飯的靈魂就是自家的油鴨。等絲苗米水分即將收乾時，把砍好件的油鴨放飯面，再蓋蓋焗上10分鐘左右，就可以開吃了。此時臘鴨金黃油潤，最妙的還是臘鴨油滲透到飯焦裡，脆香脆香的。食餅，去餅，29年嘅鴨喉油鴨，睇下有冇退步先。試下咪知咯，係。好啊，流。鹹到好靚，啱啱好。因為又啱講啊，白沙蟲草有錢都未必買得到啊！啊，真係正。仲要唔係你有錢都買唔到。傳承不全是宏大敘事，它藏在每一道家傳美食裡。陽光生曬，北風吹乾，這是時光沉澱而成的滋味，也是代代相傳的心意。好老都繼續做啊！你俾啲心機啊，擔子就交俾你啦，阿仔。你有冇信心先？喺度有。得啦。時別冬天，老廣有自己的方式。經霜芥菜勝臘鴨，冬至前後就是呂田芥菜收成的時候。雞菜啊，嚟啊，有雞菜啊，又平又靚啊！幾斤啊？個半銀錢。呂田芥菜很好辨識，茎粗葉大，足有半人高，是普通芥菜的3、4倍。
入口清甜无渣，毫无一般芥菜会有的清苦味儿。胡威全是新联村最早种植大芥菜的农户，刚准备回家，就接到紧急订单，老朋友孙子的百日宴上需要追加100斤大芥菜。我哋每年冬前冬後最主要食芥菜，比較腍甜好食。送菜啊！歡迎一行，恭喜！皮光肉滑的白切鸡准备就绪，肥美浓郁的鲍鱼蓄势待发。解油腻怎能少得了吕田大芥菜？蒜蓉清炒最清甜，入口脆生生，一咬会飞汁。吕田镇属于丘陵地区，四周密林遍布，昼夜温差大。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喜爱凉爽湿润的大芥菜一拍即合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，新联村就开始种植大芥菜，而胡威全就是村里的引种先锋。吕田大芥菜的品种是香港竹芥，因为育种难，每年都要从香港引进种子，过程费钱又费力。起初村民们都犹豫不决，而胡叔却一直相信大芥菜的潜力。啱啱引進呢個香港竹芥嗰陣時咧，種子成本高，要200蚊一包。咁啊後尾咧種咗之後，咁市場咧又比較好銷，咁啊後尾都大家咪進行種植。清晨喝山泉，白天晒太陽，水多了會爛根，少了會旱瘦。想要收穫高壯的大芥菜，在60天的生長期裡，全靠胡叔的精準伺候。只有係落3次肥得啦。芥菜就同而家嘅細路仔差唔多，比較嬌生啲。我哋呢啲土質咧就沙兼泥，種出呢啲芥菜咧特別係大棵。兒子阿開大學畢業後，也選擇回鄉創業。爸爸咧就負責種植，我咧就負責市場推廣咯。睇個拍得靚唔靚？啊，可以嘛？吕田肥沃的土壤和豐沛的水源，孕育出高大威猛的長腿芥菜天團。不過，它的風味巔峰要等到農曆12月到1月的霜凍之後。當溫度低至0攝氏度，葉片的纖維被凍軟，低溫促進澱粉物質轉化成糖，苦味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近似於水果的清甜。打咗霜之後咧，基本上完全冇苦味，好甘甜。啱啱有太陽嚟咗，佢就回青翻生，就趌起嚟咗啦。今年胡叔田里的芥菜比去年更肥厚，一颗可重達5到6斤。在這個豐收的日子，妻子朝陽黛也一同來幫忙。手起刀落，一顆顆芥菜被小心翼翼地裝進筐裡，精挑細選，再打包稱重。因為品相佳、味道好，胡叔的芥菜成為整個從化的搶手貨。在美食探索上從不設限的老廣，這次找來和芥菜搭檔的是在地球上存活了3億年的活化石鴨嘴魚。它屬於石吻鱘，全身都是軟骨，沒有鱗片，與無渣的大芥菜正好強強聯手。芥菜段在猛火下變得脆香，鴨嘴魚片在熱鍋中快速滑炒定型，油脂豐盈，對芥菜的清甜是個猛力提升，落在舌尖兒就像清淋淋的山泉劃過。正當時的大芥菜採摘完畢，有些芥菜長新稍老，被篩了下來。堂嫂阿妹可不會讓他們浪費，酸菜缸正等着他們。
大芥菜酸菜嘅，要揀嗰啲比較老啲嘅，嫩嗰啲直接炒嚟食就得。当芥菜身上的泥土杂质通通洗掉，均匀倒挂在竹竿上，日晒2到3天，等水分蒸发，表皮变得皱巴巴，就给芥菜洗个开水澡，杀菌消毒，软化纤维。最后把芥菜放入玻璃罐，一层层码好，撒上适量食盐，压上砖块，倒入热水浸泡，盖上盖子，放到阴凉处发酵。10日到啦，酸要黃嘅，我食。隨着芥菜的顏色變深，酸味兒也逐漸增強，就變成了酸香開胃的酸芥菜。年關將近，曹阿姨把大家叫到家裡一起做油糍。哇！今晚好熱鬧喎！陣間炸咗油糍，食到熱氣就煲啲芥菜湯飲下降下火咯。好。油糍是呂田的特色小吃，用紅糖水開糯米粉，揉成大團之後，分割成一個個乒乓球大小的團子，撒上芝麻增香，就可以炸了。一個個小麵團躍入油鍋，慢慢膨脹，變成金黃色的小元寶，寓意財源滾滾。我試下啫。剛炸好的油糍酥脆可口，甜而不膩。另一邊，兒子阿開今晚打算就以臘肉和臘豬腳來搭配大芥菜。臘肉切片炒香，逼出油之後下芥菜梗急炒。芥菜梗在裡面3翻2滾，閃亮亮的，叫人吃了就生力氣，能穩穩地站在田地上。酸菜炒雞雜是阿開的最愛，他的靈魂是堂嬸阿妹製作的酸芥菜。新鮮的走地雞雜本就爽脆有肉味，加入辣椒和酸芥菜之後，更添了一股酸辣香。而豬腳芥菜包是最地道的呂田風味，呂田辣豬腳屬於白辣味，也就是純用高粱酒和鹽醃製，不下醬油，用熱水焯去辣豬腳的雜質，豬腳的膠質融入湯底，散發出濃郁的煙燻香。煲到豬腳腍咗啦，個湯好似奶白色咁，我哋可以放大芥菜落去一齊煲。切塊的大芥菜與豬腳同煮，不需要過多調味，豬腳肉質酥軟，芥菜翠綠依舊，整鍋湯清透而濃烈，色香味融為一體。臘豬腳芥菜煲啦！爸爸你出可以啫嘛？可以。阿開煮菜咁做啊？今年長勢喜人的大芥菜，讓胡叔一家笑逐顏開。土地從不虧待勤勞的人，一顆青菜也能讓平凡的日子變得豐盛。